美国政府下令，将在超过540种被加进口税的商品中挑选一部分进行豁免，任何企业都可以申请。1700多份企业申请交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苹果、特斯拉等公司几乎必须从中国进口。2021年最让美国头疼的不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毕竟对于美国来说，民主自由比疫情要重要得多。而真正让美国焦虑不已的是国内的通货膨胀。11月时，美国白宫便采取了协调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同时释放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美国自己更是宣布了释放5000万桶原油，来企图抑制油价，给国内通货膨胀进行降温。这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儿。疫情以来，美国已撒钱近10万亿美元，换来的却是物价飞涨、供应短缺。国内近半数国家遭遇了财务困难，低收入家庭更是迎来了严冬，数百万的家庭没钱交供暖费。美国政府称，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物价就会下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民纷纷在网上吐槽：我们有工作，但是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汽油和给孩子的食物上。据了解，2个月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6.2%， 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达到了31年来历史最高水平。丹麦圣保银行甚至预测，2022年美国通胀可能飙升至 15% 以上。这种局面预计将持续到2023年。美联社指出，对比过去1年，火腿价格上涨 20%， 鸡蛋价格上涨近 15%， 汽油价格上涨 50%。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有了大幅度的价格上涨。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对通胀后国民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于12月2号发布显示，45%的美国家庭遭遇不同程度的财务困难，10%家庭认为财务困难已严重影响目前生活。低等收入家庭有 71% 因物价攀升遭遇财务困难。受通胀冲击最严重、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调查对象中，受财务困难困扰的也占 30% 之多。为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措施来挽救这一局面。美国官员们建言献策，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物价还是在不断的上涨。要不试试从关税入手，减少税收？美国总统拜登一听，有道理呀，是这么一回事儿。随即，美国政府便下令表示，将在超过540种被加进口税的商品中挑选一部分进行豁免，任何企业都可以申请。美国政府想通过降低进口税的方式来稍微缓解通货膨胀。一说起免进口税，美国公司可不困了，一个个都打起了精神。过去的2个月，已经有1700多条免进口税申请提交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中，英特尔、谷歌和苹果这些高收入大厂也忍不住了，纷纷想蹭下免税的政府红利。对于常年把供应链设在海外的苹果，更是一下提交了8份文件，对苹果的各个产品的部分零部件申请免税。苹果谈到，苹果公司产品是纯正的美国设计，事关美国国民的健康和日常生活。我们的零部件已经与海外的供应商签订了合同，这些零部件只有中国供应商能够制造。看到苹果的操作后，马克思可坐不住了，立马抓紧时间行动。特斯拉表示，在对全球和美国的人造石墨供应商进行了尽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没有一家公司能够生产出符合特斯拉生产所需规格和容量的人造石墨。看看这话说的，实在是让人无法反驳。言下之意就是，我不是随便说的，我是经过了详细调查的。美国的供应商太拉胯了，根本达不到我的需求，我必须要从中国进口。放眼全球，疫情给全球的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国家被迫代工停产，只有中国因为疫情的全面控制，早早地恢复了国家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正因如此，中国才有能力为世界提供足量的订单，给国外企业进行稳定的供货。因为原材料的减少，美国大多数汽车价格都有着不小的涨幅，甚至许多汽车品牌商都在迫切地寻找有没有什么替代品能够替代汽车电池中必须使用到的石墨。在新冠疫情来临之前，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产品一直表示不满，并不是因为中国产品质量差、标准低，而是因为中国通过人口红利带来的充足的劳动力和低廉的成本，给国外的企业带来了强劲的冲击。质量又好，价格又低，哪个企业会不爱呢？
这就导致了极大程度地压缩了其他国家产品制造企业的发展空间，但又无法去做出改变。一旦降价到中国产品价格，企业会更快的死亡。所以有些国家渐渐开始抵制中国产品。去年的9月份，印度国内抵制中国产品、使用本土产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印度政府随后便出台了有关抵制中国产品的政策，公布了一份抵制500多种中国产品的清单，其中包括中国 APP、服装、电子消费品、厨具、手表、装饰照相、玩具等。印度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进入到印度的方方面面，这是对印度潜移默化的间接统治。但事实上，中国出口印度产品高达768亿美元，其中家具、衣服等产品占据了印度市场的50%，而电子产品上所必需的电池元件从中国进口占比高达80%。印度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为印度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中国已经连续11年位居世界制造大国榜首，通过加工将资源转化为大型工具、工业用品、消费品，小到一支牙刷、一袋糖果，到精密的医疗设备、计算机，再到飞机、磁悬浮列车，源源不断地运输向世界各国。国际上也一直存在着越南将成为下一个新兴制造业大国的各种声音，更有激进的言论认为越南将成为下一个中国，从而迅速取代后者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上的地位。但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越南一天内新增感染疫情人数超过1万例。随着疫情的再度失控，让东南亚制造新兴的越南可谓损失惨重，大量商品减产，欧美更是面临产品被断供的风险。越南制造业在疫情下表现得如此脆弱，不无道理。越南制造业的崛起一直是发达国家加速催化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从而抢夺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份额。虽然越南的地理位置可以很好地推动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并且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和原材料成本为越南创造了巨大的优势，但越南还处在一个发展状态非常年轻的时期。无疑，经济全球化为越南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要成为下一个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中国是世界第1大出口国。从2010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后，中国迎来了高速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据测算，中国制造近几年为美国的消费者减少了7000亿美元的支出。希拉里演讲时手里拿的领带，美国演员表演时的扇子，东南亚地区国家必备的蒲扇，甚至改变许多国家的基础建设都是中国制造。可能目前比起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加需要中国。